第5阶段带我们进入 Foundry 的开发者体验层面。FDE 代表 Functions、Data Transforms 和 Expressions， 它是代码优先层，你可以在其中编写直接在 Foundry 数据上运行的 TypeScript 或 Python 代码。我们将构建一个预测性维护风险评分函数，分析每个物业的维修历史，并分配0到100的风险分数。这个分数帮助运营经理在最昂贵的故障发生之前，优先安排预防性的检查。这就是被动维护与主动维护的区别。在创建风险评分对象类型之前，我们需要一个唯一的主件 Maintenance History Summary， 数据集中每个物业类别子类别组合有一行数据，所以单独的 Property ID 不是唯一的。创建一个新的 Pipeline Builder 转换来添加一个复合键列，导航到你的项目，创建一条新的 Pipeline， 并添加 Maintenance History Summary 数据集作为输入。我们需要将多个列拼接成一个唯一的标识符。在 Pipeline 中添加一个拼接字符串的转换节点，配置它将 Property ID 一个破折号分隔符 Category以及另一个破折号分隔符和 Subcategory 组合成一个名为 Risk ID 的新列。例如，物业200001的 HVAC 类别和 AC Unit Failure 子类别变成200001-HVAC-AC Unit Failure。这个复合键保证是唯一的，因为原始数据中每个物业类别子类别组合恰好一行，拼接方法简单且易读，便于调试。预览 Pipeline 输出并验证3件事：第一，行数应仍然是35，转换不应添加或移除行；第二，现在应有22列，原来的21列加上新的 Risk ID；第三，也是最重要的，每个 Risk ID 值都应该是唯一的，没有重复。你可以按 Risk ID 排序来直观检查，或使用列统计功能验证唯一性。如果有重复，你的拼接公式可能有拼写错误，或者原数据可能有意外的重复。点击右键输出节点，选择添加输出，将数据集命名为 Maintenance History Summary Keyed， 部署 Pipeline 并等待构建完成。这个待建的数据集将作为 Capstone Property Risk 对象类型的后端数据源。_keyed 后缀是一个有用的命名约定，向其他开发者表明这个数据集有一个合成的主件，确保构建以绿色对勾完成后再继续。